作为一个游戏爱好者，大家对于这个画面肯定不会陌生。夜视仪的绿色滤镜下，地面上的敌人像一个个移动的白色热源，而你正坐在空中死神的炮手席上，用105毫米的怒火将他们从地球上抹去。没错，我说的就是《使命召唤：现代战争》里最经典的空中载具 AC-130空中炮艇。在游戏中，我们是绝对安全的死神，但在现实世界里，从那架发出雷霆怒火的钢铁巨兽里向外看，体验到的可能就不是爽，而是恐惧了。所以 AC-130空中炮艇到底是什么？这架飞机又是怎么来的？它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真正的传奇，一个关于丑陋起源、死亡和复仇的史诗。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AC-130空中炮艇，天空中徘徊的幽灵。一个传奇的诞生往往不是在窗明几净的设计院里，有一群顶尖专家花费数年精心规划而成。恰恰相反， AC-130这个空中死神的出生证明上写的满是硬挤、野路子和临时拼凑之类的词汇，而这也正是它伟大的地方。要理解 AC-130为何会出现，咱们得先把自己带入到越南战争中一个普通美国大兵的视角。此刻的你正深陷在东南亚那该死的看不见尽头的丛林里，丛林隐隐传来的越南语中，敌人可能在任何一棵树后、任何一个地道里向你开火。此时你最需要的空中支援却尴尬的要命，喷气式战斗机像一道闪电呼啸而过，留下的弹坑可能离你需要支援的地方有好几百米，而 B-52战略轰炸机倒是能清洗一大片区域。可等你头顶的泥土落干净了，你可能发现自己和敌人一起被清洗了。当时的美军地面部队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火力支援真空的绝境，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持久、精确且能随时响应的空中火力。怎么办呢？战争是各类武器最理想的催化剂，而在美国空军的一帮鬼才工程师进行了一次堪称我有一个点子的激进实验后，他们盯上了当时任劳任怨的 C-47空中火车运输机。这些人在它的一侧机身上粗暴地开了几个洞，塞进几挺加特林机枪，由此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物种 AC-47幽灵空中炮艇。比新武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战术，那就是盘旋攻击。这个战术的原理就是让飞机以目标为圆心，像一个巨大的圆规一样侧着身子在空中画圈，从而把机身一侧的所有火力持续不断地倾泻到同一个点上，这样子就解决了传统飞机飞掠式攻击无法持续的问题。而对于被压得抬不起头的地面部队来说，一个在天上盘旋的永动炮台简直就是天降神兵。虽说 AC-47在战场上取得了初步成功，但它的短板也同样明显，飞得慢，载重小，机体老旧。于是美军随后又尝试了 AC-119阴影，但被证明这东西的动力不足，最终历史的车轮还是指向了一个完美的平台 C-130大力神运输机。选择 C-130绝对不是美军一拍脑袋的决定，毕竟相比于它的前辈， C-130拥有更大的机身、更强的续航能力、更高的巡航速度和更重的载弹量。这几项看似平平无奇的参数翻译成战场语言就是它能携带更多更猛的炮，能在天上待更久，给地面部队提供长达数小时的保护，能飞得更高，脱离一部分地面防空火力的威胁。就这样，一个本该是人畜无害的空中拉货车带着腼腆的笑容干起了死神挥舞镰刀收割生命的活。但火力军还是要强调一点， AC-130的诞生并非源于宏大的战略规划，而是为解决特定战术问题而生的临时性方案。它的早期型号被当时的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就是 AFSOC 毫不客气地描述 AC-130为粗糙、丑陋、临时拼凑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丑陋恰恰证明了它代表的在战火中淬炼出的实用主义理念。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快速迭代解决问题的能力远比实验室里完美的理论设计更为重要。AC-130用它在越南战场上击毁超过1万辆敌军车辆的恐怖战绩，狠狠地证明了这一点，也为自己赢得了死亡天使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绰号。这个丑陋但有效的特质就是 AC-130传奇的起点。它不是一个含着图纸出生的天之骄子，而是一个从越战泥潭里爬出来，满身补丁却无比致命的战地之王。AC-130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空中霸主，关键不在于它飞得多快多高，而在于它颠覆了传统飞机的空对地攻击模式。它的一切设计都服务于一种堪称战争艺术的独特杀戮方式，那就是死亡盘旋。要理解这个战术的革命性，我们得先知道传统攻击机是怎么干活的。无论是俯冲轰炸还是低空扫射，他们都遵循一种飞掠式的线性攻击逻辑，对准目标开火脱离，整个攻击窗口可能只有短短几秒钟。而 AC-130则完全不同，它把战场从线变成了面。它的战术原理有点像地球和月球运动的方式，
AC-130会以地面目标为引力中心，将巨大的机身精确地倾斜30度，进入一个稳定的侧飞轨道，围绕目标进行持续公转。在这个轨道上，机身左侧的所有武器，从速射机炮到重型榴弹炮，都获得了几乎无限的攻击窗口。它们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瞄准、修正再打击，把一整片区域变成一个持续不断的死亡漩涡。对于地面部队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AC-130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一个能在他们头顶盘旋数小时的守护神。它能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空中阻截和部队保护等多种任务，其滞空时间之长、火力持续性之强，是任何喷气式战机都无法比拟的。然而，这种看似无敌的战术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成就了 AC-130的辉煌，也暴露了它最致命的缺陷。AC-130为了维持稳定的盘旋轨道，必须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域里，以一个相对恒定的速度飞行。这种可预测的飞行模式将让它本身大尺寸、慢速、低空的运输机底子，让它在任何有准备的防空火力面前都无异于一个挂在天上的巨大靶子。这又引出了 AC-130的第二个核心特质，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暗夜幽灵。AC-130选择在夜间行动，并不仅仅是为了偷袭，而是一种关乎生死的生存策略。这并非战术选择，而是保存自身安全的最优解。白天的天空对于 AC-130来说就是一片禁区，它必须依靠夜幕作为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掩护，同时借助自身搭载的当时最顶尖的传感器系统微光夜视 LLLTV、 前视红外 FLIR 来把黑夜变成自己的主场。这种对黑夜的极致依赖也塑造了机组人员独特的战斗体验。一位名叫戴维·伯恩斯的老兵在他的回忆录中就生动地描绘了这种从光明坠入黑暗的感官冲击。当飞机越过战区边界线，机舱里所有白色照明灯瞬间熄灭，只剩下幽暗的红色仪表灯时，整个世界仿佛都被隔绝了，只剩下耳机里的呼吸声和窗外深不见底的黑暗。紧接着地狱之门就会打开。他回忆到，第一次看到敌人的37毫米高射炮弹像巨大的红色火球一样拖着明亮的轨迹从黑暗中升起，呼啸着从机翼旁掠过时，那种视觉冲击和濒死感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炮弹是如此之近，以至于他能清晰地听到炮弹飞过时灼热的嘶嘶声，甚至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浓烈火药味。这就是死亡盘旋战术的真相。他要求飞行员拥有夜间最顶尖的飞行技巧，在规避火力的同时保持稳定的射击平台。他要求传感器操作员有最敏锐的双眼，在黑暗中分辨出每一丝威胁。他更要求炮手们有最坚强的神经，在炮火中冷静地装填、瞄准、射击。死亡盘旋不仅仅是一种战术动作，它是一种将飞机的性能、机组的技能和心理素质，以及对战场环境的深刻理解都推向极限的选择。而支撑这场战术演绎的就是 AC-130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库。聊完了 AC-130空中炮艇独特的战术，我们就必须深入它的核心，那就是它不断进化、堪称暴力美学的武器系统。AC-130的武器演变史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更新换代，它就像一部浓缩的现代战争史，清晰地勾勒出空中对地攻击思想是如何从追求火力密度的越战思维，一步步进化到追求精准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现代战争逻辑的。火力军将 AC-130的变化分为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来自 AC-130越战时期的火力覆盖理念。作为越战时期的主力型号， AC-130H 的火力配置是那个时代火力至上的极致体现，简单、粗暴、有效，咱们可以称之为空中三件套。作为 AC-130H 的主武器，两门20毫米 M61 火神6管机炮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单发威力，而在于其恐怖的射速所形成的金属风暴。在漆黑的夜里，地面部队只需要在电台里呼叫闪光， AC-130就会用20毫米炮的夜光弹在目标区画出一道光幕，为友军指示目标，同时对敌方步兵进行毁灭性的区域压制。而 AC-130H 另外的一门40毫米 L60 波夫斯高射炮，作为一门经历过二战洗礼的经典武器，它的用处是填补20毫米炮和105毫米炮之间的火力空白。其高爆弹药对于卡车、轻型装甲车和敌方集结点具有极佳的毁伤效果，是名副其实的清障先锋。此外还有一门105毫米 M102 榴弹炮，作为 AC-130H 身上最大的杀手锏，同时也是它炮艇之名的灵魂所在。把一门本该属于陆军炮兵的重型榴弹炮通过复杂的工程学改造塞进一架运输机里，这个想法本身就充满了美式的暴力美学。至于它的任务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单发毁灭性的威力拔出那些最坚固的据点、桥梁和指挥中心。这套组合的战术逻辑非常清晰，用不同口径的火力构建一个从点到面、从压制到摧毁的多层次打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1994年后， AC-130H 却移除了20毫米机炮。
这一看似简单的改动，背后却是一次深刻的战术反思。随着战争形态向低烈度冲突转变，无差别的弹幕压制不再是首选，更具威慑力和打击精度的大口径火炮，如40毫米和105毫米火炮则被认为更加有效。而 AC-130 迎来的第二阶段，来自后冷战时代精确打击理念的变化。AC-130U U-02是该系列的一次重要技术飞跃，它用一门射速可控的25毫米 JU-12平衡者加特林炮取代了2门20毫米火神炮，但它真正的革命在于软件方面的升级。与此前的型号不同， AC-130U 装备了源自 F-15E 战斗轰炸机的 AN/APQ-180 多模式攻击雷达，这使其具备了同时追踪并攻击2个目标的能力，也标志着 AC-130 的火控系统开始从炮手的人工操作向半自动化的计算机辅助系统转变，打击效率和精度都实现了质的飞跃。等到了第3个阶段， AC-130 进入到了反恐战争催生的狙击手时代。毕竟21世纪 AC-130 面临的战场从越南的丛林变成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城市，在这里区分平民和武装分子的需求，以及对避免附带损伤的苛刻要求，都迫使他必须进化成一个空中狙击手。最终，新的30毫米 JU-23A 电炮取代了老旧的40毫米博夫斯炮，而替换的首要原因却是因为后勤。毕竟这时候的美军仓库里40毫米炮的备件和弹药越来越难找了。不过在实战中，这款新火炮却带来了意外之喜。根据报告内容，机组人员生产它像狙击枪一样精准。这个评价完美地诠释了现代城市战对火力的核心要求，不再是一炸一大片，而是一打一个准。除此之外，精确制导武器、精确打击套件包成为了 AC-130G 幽灵骑士身上最具革命性的升级。它标志着它从一个纯粹的炮艇彻底进化成了一个会飞的导弹发射车。它的机翼下和机身侧面挂满了 AGM-114 地狱火导弹、AGM-176 施救导弹以及 GBU-3953 小直径炸弹。这也就意味着 AC-130G 再也不用像他的前辈那样必须冒着巨大的风险飞到敌人头顶上玩死亡盘旋了。它可以在几十公里外的安全距离上从容地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这种防区外打击能力是他在面对拥有现代便携式反攻导弹的敌人时能够生存下去的关键。不过，这种从近身肉搏的狂战士到运筹帷幄的精确射手的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由一次次惨痛的用生命换来的血之教训硬生生倒逼出来的。在 AC-130 半个多世纪的服役生涯中，他用机身上的火炮和导弹书写了无数次辉煌的胜利，但真正让他从一个纯粹的杀戮机器进化成一个拥有强大生存能力的现代化平台的，却是一次次用生命换来的血泪教训。而其中最惨痛也是最关键的一次转折点，发生在1991年1月31日，海湾战争的卡夫吉战役。当时，一架呼号为猎903的 AC-130H 炮艇机正在为陷入伊拉克军队重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着救命的空中支援。随着战斗的持续，天空也逐渐泛白。按照 AC-130 暗夜幽灵的作战铁律，天亮后必须立即撤离，因为在白天的时候，它那个又大又慢的机身对于敌人的便携式防空导弹来说就是一个活靶子。当时战场上的另外2架炮艇机已经遵循规定开始撤离，但猎903的机组通过无线电听着地面上陆战队员们被死死压制、伤亡不断增加的绝望呼叫，他们做出了一个违背求生本能的决定，他们选择留下，继续为友军提供火力援助。他们知道风险，但为了拯救地面上那些素未谋面的战友，他们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去赌。不过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一枚伊拉克士兵发射的歼2，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SA-7 肩扛式地对空导弹，拖着致命的尾击准确地击中了猎903号。这架功勋卓著的炮艇机瞬间化作一团火球坠入波斯湾，机上14名机组人员全部牺牲。这次事件成为了美国空军在整个沙漠风暴行动中最大的一次单次人员损失，也是 AC-130 系列在战斗中最后一次被敌方火力击落。猎903的陨落给美国空军敲响了警钟，他用14条鲜活的生命暴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现代战场上，面对日益扩散的便携式防空系统，光靠飞行员的机动规避和夜测掩护已经无法再去保证 AC-130 的安全。进化开始了，从那以后 AC-130 的发展重心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移，从单纯的追求更强的火力转向了不计成本的打造更坚固的防御。各种昂贵先进的电子战和防御系统被源源不断地塞进了这架飞机的身体里，这其中包括了导弹来袭警告系统 MAWS， 它就像是飞机的第六感，能提前感知到来袭的导弹威胁。雷达告警装置 RWR， 它可以随时监听敌方雷达信号，告诉机组人员谁在瞄准你。电子干扰和诱饵弹则是用来干扰和迷惑敌方雷达和红外制导导弹，相当于给敌人致盲和自己施展分身术。定向红外对抗系统 DIRCM， 这玩意儿最狠，它能主动发射高强度激光束，
直接晃下来袭的红外制导导弹的导引头，让它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飞走。而这些正是猎903号机组人员的牺牲，才催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 AC-130G， 一个攻防兼备、拥有强大魔法防御的空中堡垒。也正是因为这次进化，从1991年至今，再也没有一架 AC-130被敌方火力击落。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战争的形态也永远在变化。在过去20年的战争中 ，AC-130 在那些防空火力几乎为零的地区，可以说是降维打击，是当之无愧的空中死神。但如今，随着全球战略格局的转变，美国军事力量的重心从轻脚扛着 AK 的游击队，转向了拥有先进完整防空系统的势均力敌的竞争者进行潜在对抗。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即便是经过现代化魔改的 AC-130， 也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灵魂拷问： AC-130 还有用吗？在一个由多层次雷达网络、远程地对空导弹和隐形战斗机构成的现代战场上， AC-130 那种慢悠悠的死亡盘旋，无异于一场自杀。而为了不在未来的冲突中开场即暴毙， AC-130 要彻底改变自己的活法。对于 AC-130 来说，也许从一个传统的抵近射击的直接火力平台，转变为一架能够发射大量远程精准制导弹药的空中武库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作为空中武库机， AC-130 的新战术将不再是飞到敌人头顶用机炮倾泻火力，而是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手，躲在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外的安全区，像一个空中母舰一样，冷静地向高危战场投送地狱火或者小直径炸弹，继续为前线的地面部队提供关键的火力支援。这种转变虽然听上去有些英雄迟暮的无奈，但却是保障了 AC-130 在未来战场上拥有一席之地的明智选择。不过，美军曾经其实对 AC-130 的未来有一个更大胆、更科幻的设想，那就是在它身上安装机载高能激光器，创造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款作战空中激光武器。想象一下，一架在夜空中盘旋的飞机，发射的不是呼啸的炮弹，而是无声无息的致命激光，那画面简直不要太酷。然而，这个极具未来感的项目在2024年还是被美军砍掉了。在这背后的是冰冷的现实考量。一方面是将如此复杂且耗能巨大的系统集成到飞机上，并让它稳定运行，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技术困难。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美军战略重心的转移，在需要更高生存能力和更远打击距离的大国竞争中，这种需要抵近才能发挥作用且威力有限的激光武器显得有些鸡肋。而激光炮的梦想破碎，也标志了105毫米榴弹炮可能会在未来被移除。AC-130 的传奇正在慢慢褪色。最终，面对未来高度智能化的战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AFSOC 正在积极探索未来空中炮艇的概念，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就是无人机群。无人炮艇的优势显而易见，没有宝贵的飞行员伤亡风险，更小的雷达截面让它更难被发现，人工智能的辅助还让它拥有更长的滞空时间。那么问题来了， AC-130 的传奇是否会被 AI 所取代？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军迷将要亲眼见证的一个时代的落幕。好了，关于 AC-130 的故事就到这里。这个由运输机魔改而来的空中死神，他的哪一个故事最让你印象深刻？对于未来的战争中，是否还会再见到他的身影？大家又有什么看法？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